六部唯识论说的竟然是同一件事，你有没有过这种感受？你在一座城市里走了很久，左拐右拐，高楼挡住了所有方向感，然后有一天你爬上了全城最高的楼，往下一看，所有走过的街道，那些让你迷路的巷子，那些你以为通向不同方向的路口，原来全在同一张图里。你不是走错了路，你只是站得太低。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过去10期我们一头扎进唯识学，拆了6部核心经论，解深密经、唯识30颂、白法明门论、80规矩颂、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每一步都很重，每一期拆完你可能都觉得好，我又多知道了一块。但今天我想说一句话，你听完可能会愣一下，这6部论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你以为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世界本身，但你看到的是你的识变现出来的。就这一件事，解深密经说了一遍，唯识30颂又说了一遍，白法明门论换个方式再说一遍，成唯识论花了几万字说了一遍，瑜伽师地论用100卷说了一遍，全是这一件事。那你自然要问了，一件事有这么难讲吗？为什么要6部论几十万字，从印度到中国跨越1000年？这个问题才是今天这期的核心。我先给你打一个比方，你试着给一个从来没见过水的外星人解释什么是水。化学家说水是2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的组合，物理学家说水是一种0度结冰、100度沸腾的液体，它有表面张力，有虹吸效应。生态学家说水是地球上所有碳基生命的溶剂。诗人说水就是雨落在你脸上的那种凉。哪个说对了？全对，但没有哪个说完了。H2O 解释不了为什么站在瀑布面前你会感到敬畏，液体动力学解释不了一条河怎么用几百万年切出了大峡谷，碳基生命的溶剂解释不了一个孩子第一次看到海的时候心里那种说不出来的东西。水不是一个物件，水是不同维度上同时发生的事件，你用任何一个维度去抓它，抓到的都是真的，但都不完整。意识也是这样，甚至比水更极端，因为看水的人不是水，但看意识的人用的就是意识。你试图用意识去抓住意识本身，就像一只手试图抓住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唯识学需要6部经论，它试图描述的东西不但比水更难抓，而且那个正在抓的手也是他要描述的对象的一部分。我现在把这6部论的关系给你画一张图。第一层，源头。解深密经是唯识学的宪法。佛陀在这部经里做了一件事儿，他把自己一生说法分成了3个阶段，3转法轮。前2转分别是教你认识苦，教你理解空。但第3转，也就是解深密经所代表的这一转，佛陀说了一句更深的话，你们之前理解的空还不够。空不是什么都没有，空是说你体验到的一切都是识在依因缘条件运作而变现出来的。这是第一次有一部经站出来说，不要只看世界的表面，也不要只说世界是空的，你要去看那个正在变现世界的东西本身。这是立法。后面所有唯识论著都是在这个法律框架里展开的。第2层，理论奠基。瑜伽师地论和唯识30颂是无著和世亲2兄弟分别完成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做了2件截然不同的事。哥哥无著，传说接受弥勒菩萨口授，写出了瑜伽师地论100卷，他的野心比唯识学本身还大。他不只是讲识怎么变现，他想画出意识的完整地图。从一个普通人睁眼看到光的那一刻，到一个修行者进入最深禅定的状态，再到成佛，所有可能的意识层级，他全要分类标注。17个地就是17层意识楼层，从地下室到天台，一层一层铺开，你把它展开，就是一张从凡夫到佛的完整切面图。弟弟世亲做了相反的事，他用30首偈颂600个字，把整个唯识学的核心逻辑压缩了一遍。
唯识30颂就像一份高度压缩的接口文档，它不告诉你系统内部每个齿轮怎么转的，但它告诉你这个系统有几个模块，模块之间怎么调用，整体架构长什么样。100卷和600字是同一个体系的两个极端，哥哥展开，弟弟压缩，一个是卫星图，一个是地铁图，看的是同一座城市。你可能会想，为什么同一家兄弟要做2件完全相反的事儿？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不同的读者。有人需要把整栋楼看清楚才能安心，有人只需要一张结构草图就能自己推导出全部。无助给的是全景，世清给的是抓手。你是哪种人，你就先从哪一步读起，但最终你2步都需要。第3层，工程实现，成唯识论。这部论的来历很特殊，世清写完唯识30颂之后，印度后来的10大论师各自做了注解，每个人的理解不太一样。1000年后，玄奘把所有注本带回中国，他没有翻译其中任何一家，他做了一件更大胆的事，把10家观点融为一炉，写出了这部集大成之作。成唯识论做的事情是把唯识30颂那份接口文档拆开来，告诉你每一行代码背后的运行逻辑，80怎么协同运作，种子怎么存储，怎么被激活，怎么在下一刻变成你的体验。同一个认知过程中，见分和相分是怎么分工的，从凡夫到佛的路上，转识成智到底怎么转。如果唯识30颂是设计图，成唯识论就是施工手册。你不但知道这台机器长什么样，你还知道每个螺丝拧在哪里，拧几圈。第4层，工具与速查。白法明门论也是世清写的，他做了一件特别实在的事儿，列清单。意识世界里一共有多少种元素？8个识，51种心所法，11种色法，24种不相应行法，6种无为法，一共100个法，分门别类，一目了然。这不是让你读的论，这是让你查的表。就像化学的元素周期表，你做实验之前先翻一下，确认手里的东西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一类。80规矩颂更极端，这是玄奘亲手写的4组12首颂，300多个字。前面那些经论动辄几万字几十万字，玄奘用300多个字勾勒出80各自的核心特征。前50的运作方式是什么？第60的功能边界在哪里？第70的执着机制是什么样的？第80在什么条件下运行？每组3首颂分别对应一类时，7言4句，像口诀一样可以背下来。你可以把这12首颂打印出来，贴在蒲团旁边。打坐的时候有个念头冒出来了，低头看一眼，这是第几时在干活？它的形象是什么？他在攀援什么境？300多个字，但每个字都精准到可以直接用于实修。好，现在你手里有了完整的这张图。6个维度，解深密经是哲学维度，回答为什么要这么看。瑜伽师地论是全景维度，回答一共有多少层。唯识30颂是逻辑维度，回答核心框架长什么样。成唯识论是工程维度，回答到底怎么运转。白法明门论是分类维度，回答都有哪些零件。80规矩颂是实操维度，回答我现在该看哪里。6个维度合在一起，是一个关于你的意识的完整设计图。但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更重要。为什么一定要6个维度？为什么一部经搞不定？因为意识不是一件可以摆在桌上让你绕着看的东西，意识是正在发生的事。你用什么方式去看，它就呈现那个方式的样子。等一下，这件事你是不是很熟？这就是唯识学自己说的，万法唯识。你的看法本身就在参与制造你看到的东西。唯识学的6部经论就是6种看法，每一种都是真的，每一种都不完整，它们合在一起，无限逼近意识的全貌，但永远差最后一步。你听出来了吗？唯识学不只是在描述意识，它自身的存在方式就是意识运作方式的活证据。6部论为什么说不完一件事？因为他们说的那件事恰恰就是任何说法都说不完实相。唯识学用自己的结构证明了自己的论点。好，走到这里，
我们来盘一下，17走完，你手里到底拿着什么？第一，你有了一套分析意识的工具箱，80的分层，三自性的三棱镜，种子的因果模型，4分说的认知拆解，这些不是你要背的知识点，这些是你可以随手拿出来用的工具。接下来你遇到任何一部佛学经典，都可以拿这套工具去拆它。楞严经说七处真心，你用80框架一套，立刻知道他在问什么。法华经说会三归一，你用三自性一照，立刻看到它跟唯识学的交汇点。第二，你有了一条修行的路线图，四寻思、四如实智是入门功课，五重唯识观是进阶方法，转识成智、五位修行是完整路径。唯识学不只是告诉你世界是怎么回事，它告诉你怎么从这个你自己建造的迷宫里走出来。第三，你有了一个免疫系统，以后有人跟你说万法皆空，所以什么都不重要，你知道这是把依他起误认为遍计所值。有人跟你说灵魂是永恒的，你知道唯识学里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只有刹那生灭的时流在相续。有人跟你说修行就是什么都不想，你知道那是压制念头，不是转识成智。分析工具、路线图、免疫系统，这3样东西是你在唯识学的时期里真正拿走的东西。他们不需要你信什么，也不需要你拜谁，你只需要用它们，用一次你就知道值不值。但我还想多说一层，有同学在评论区问过一个很好的问题，学了这么多唯识学的概念，到最后会不会变成另一种执着？会，这是唯识学自己预见到的。成唯识论里讲2障，一个烦恼障，一个所知障。所知障是什么？就是你学到的那些精密框架本身变成了你的障碍。你太爱这套系统了，你开始用它解释一切，你开始觉得自己的分析就是真相本身。但唯识学会告诉你，它自己也是一条法，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们在金刚经那期讲过这句话，意思是你用来过河的那个工具，过了河之后也得放下。唯识学是一条极其精密的法，精密到让你忍不住爱上它，但它造出来不是让你住在船上的，是让你过河之后有勇气把它留在河边。好消息是，你现在还不需要急着放手，因为从下一期开始，我们进入这个系列的第3阶段，大乘经典的华彩篇章。前8期我们打了地基，从阿含经到金刚经，从心经到中论，那是般若系统的洗礼。9到18期我们做了唯识学的系统深浅，10期下来，你手里有了一套操作系统。下一期开始，你会看到跑在这个操作系统上面的各种应用程序。第一部楞伽经，这部经很特殊，它被认为是唯识和禅宗共同的源头。达摩祖师当年从印度到中国传的就是这部经。楞伽经不像前面的论那样给你条分缕析，他做的事情更危险，他要往你刚建好的唯识大厦里推开一扇你还没注意到的窗户。如来藏和阿赖耶识到底是什么关系？意识有没有一个天然清净的底层？如果有，那跟唯识学的种子学说会不会矛盾？这些问题，唯识学的6部经论一直没有正面回答，他们留了一条裂缝，而楞伽经就是从那条裂缝走进来的。你准备好了吗？你在评论区告诉我，唯识学这10期走下来，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还有，你最想让楞伽经回答的那个问题是什么？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